忍不着以后，马克龙现在就告诉西方，好日子到头了，西方为非作歹几百年，终于到了落幕时刻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估，我是易评估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忍不着以后，马克龙现在就告诉西方，好日子快过完了。时间一晃而过，没想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场冲突打了半年还没完。这场轰动全球的冲突不仅导致俄乌两国战声极大，也让不但供货的美西方国家损失不小。即便如此，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制裁博弈仍未停歇。然而，不论是制裁还是军事冲突，都是一把伤人剑，能重伤对手，也会重创自己，谁也没法斗善其身。最直观的表现就是，西方国家从最初的胜券在握、高调炫舞，到现在开始坐骑上火、焦虑不安。接下来，在没有俄罗斯天然气的情况下，该怎么度过即将到来的严冬？其中，英法德为首的欧洲国家已经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更严峻的问题和挑战，例如高温和干旱。西方为非作歹几百年，终于到了落幕的时刻。咄咄逼人的能源价格已经让超一半的英国家庭陷入能源困境，成千上万的英国民众可能会在今年冬天看到自家的电力被切断，从而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，甚至是健康和生命。德国也不遑多让，电价持续跳涨，天然气的价格也持续飙升。为了减轻能源支出的压力，安稳度过接下来的冬季，不少德国家庭已经开始抢购过冬的煤炭。虽然大家都知道烧煤影响健康，但是为了活下去，自己烧煤取暖显然是更经济的选择。法国更是没有好到哪里去。一家法国能源机构发布报告称，今年1月至6月，法国不再是欧洲第一大电力进出口国，而且由于俄乌冲突扰乱了天然气供应，法国的电价也攀升至长纪录的水平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法国正遭受热浪侵袭，热浪使河流温度上升，这将导致核反应堆的电力产出受到限制，从而令法国能源危机进一步恶化。可以说，俄乌冲突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两国国境之外，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平民百姓都在为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冲突买单。那么，相关国家的政客和领导者都在做些什么呢？居然在响应美国的号召，继续制裁俄罗斯，继续援助乌克兰，继续延长冲突时间。当西方媒体大肆渲染整个7月欧洲竟然没有再做出对乌军援的新承诺之后，美英法德当即用行动表示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支援乌克兰。然而援乌会造成的恶果，这些人却选择性看不见。其实忍不着等待以后的恶果了。马克龙现在就告诉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西方，自己的好日子要过完了。据悉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近日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，受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危机的影响，法国滋润的好日子即将结束，在未来几个月内，生活会变得越来越艰苦，但这是为了自由付出的代价和牺牲，多么讽刺啊！马克龙所鼓吹的自由，背后是普通民众在承受这些代价和牺牲。包括法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都已深陷能源和通胀危机的深渊，找不到出口。不仅是法国没有好日子过，整个西方的好日子都不多了。马克龙要求大家为自由付出代价和牺牲。拜登呼吁盟友援乌止俄，那是因为挨俄受冻、流血牺牲的人不是这些高高在上的领导者，所以他们肆无忌惮、满口虚假的正义。欧洲各国依然成为俄乌冲突的受害者。随着冲突的持续，
想必西方政客早晚也会品尝到害人总害己的滋味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谢谢关注。